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去年我出的红米12 Turbo 拍照的视频，很多人都看过啊。虽然是千元机，但大家还是对这个价位的手机有一定的拍照需求。仅仅是因为预算而不得不选择了它。你看，经过1年多的服役，我这台12 Turbo，也算是过得非常充实。它在过去的1年里面，也是在各大平台都卖爆了啊。在我看来，一颗还不错的芯片加轻薄加均衡，是它成功的一个原因。而今年这个 Turbo 就直接成为了新的系列，所以咱们这期视频还是来看看这所谓的3代机摄影方面的一个能力。点下收藏，注入经费，我们现在开始。相比于上一代的12 Turbo， 这代的 Turbo 3延续了一致的摄影语言，至少在镜头这一块是有传承的。顶部去掉了我非常喜欢的3.5毫米的接口，底部就从只有 Type C 靠下调整到了全部靠下，然后背部取消了这个凑数镜头，以这个环形灯来做一个代替，其他的 NFC 红外遥控什么的都是标配，这就不用多说了。处理器是骁龙的 8S 跟3，实际表现大家看跑分，我简单跑了一下，在150万左右。实际使用的时候打游戏，因为后背的镜头突出不是很多，所以在握持方面的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但这个游戏局内的表现还是比较一般，全开特效，画面帧率都拉到最高，实际的游戏帧率波动会比较大一点。当然，这是极限情况下的表现啊。实际我们打，你可以把画面效果啥的不要调得太夸张，帧率还是非常稳定的。在日常的操作里面，就算是12 Turbo 我也觉得还不错了。所以今年的 Turbo 3在我一段时间的使用下来，日常肯定是没啥问题的。它的屏幕光感在我看来还蛮统一的，指纹也上了屏下指纹，而且还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小功能，比如我个人觉得很能提升日常使用的注视感知，就是我们视线离开，然后它就会暗屏，我们再次注视，它就会亮屏。这个功能在设置的更多设置里面找到主动视觉感知，在里面打开感知锁屏就可以做到这个效果了。而且它在发布会上也发布了它独占的隔空手势，小米4 Ultra 都没有的功能啊，学会了你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还蛮用得上的，这点是非常不错的。我来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抖音的上滑下滑，然后咱哔哩哔哩的暂停播放，还有音乐软件的这个音量调整，还有上一曲下一曲暂停播放这些东西啊。接下来就是它摄影方面的内容，我还是之前的观点，谁说红米就不能拍照的？其实现在红米更新的一些滤镜都非常实用，在一些特定的场景里面，你拍摄出来的东西是真的非常不错了。我这就带着它去拍摄一些照片，一起来看看摄影师云飞上线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带着 Turbo 3来到了苏州的渔港村，然后在这边我们将拍摄一些照片，来看看它的这个拍照能力怎么样啊？它是和我们上一代的12 Turbo 一样，有一个超广角和一个主摄，然后它主摄可以2倍裁切。今天就刚好来看看它拍摄这些渔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。那我们走着。然后使用它拍摄的一个要点就是它并没有徕卡的一个加持，所以我们需要借助它的一些非常不错的滤镜来搭配使用一些场景，从而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照片啊。这里浅浅的提一句啊，我的这个小米14它还没更新这个曝光补偿的这个旋钮啊，它就有了，这个真的是倒反天罡了啊。好，我们先来拍摄一些，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。然后对于一些场景来说，或者说对于这个手机来说，我们需要自己去调整一下它这个曝光。就比如说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手机屏幕里的这个是我调整过的，咱们曝光补偿已经来到了-2.3啊。我们现在可以拍摄一张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感觉。然后滤镜我配合的是这个深绿的一个滤镜，我觉得这张照片的这个质感就非常的不错。但是如果我们就按照它原本的这一个曝光来说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它是这样一个曝光，我个人来说，然后这样一个感觉，纵然来说，这也是一张不错的照片，但是就没有我们那个照片有立体感。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再调到这个深绿或者其他的，后面有一个自然，其实也蛮不错的。但是现在这种曝光，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，所以我们需要来减，使劲的减，不要怕，减到1.7或者
1.0，像这种高对比的图，那这个感觉就非常不错啊。使劲的剪，曝光补偿，使劲的剪。为什么说这个曝光补偿放在这边就很好呢？所以说它没有那个小波轮，其实很不方便。但在有过这个小波轮之后，反正用红米拍摄还是那句话，大家搭配合适的滤镜，其实可以拍摄出非常不错的这个照片。哇，绝了！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场景啊，这边一个场景是刚好在渔船上面有一个小窗户，然后可以拍摄到对面。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切到它2倍，哎，我靠，天然的画框啊！然后我们这边的曝光可以，就刚才那样吧，就挺好的。绝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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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很不错。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看一下它原本的一个颜色啊，原本的一个色彩，我们可以调到0，然后再调回去。真的是化腐朽为神奇哎！然后大家可以对比一下，这个是它原图，然后我们的，我靠，绝了绝了绝了！又找到了拍摄摄影教程的这个热情。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技巧来一点点拍摄一点好看的照片，然后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看看这些照片都是怎么出来的吧。然后由于它这个抓拍也挺快的，其实关键是找到合适的那个滤镜，这个是深绿的滤镜，是真的非常适合这种海边、湖边之类的场景。然后挑滤镜就跟选皮肤一样啊，这个界面大家可以看一看，我也是这么挑的。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去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啊。当然，我还拍摄了一些其他场景的一些照片，给大家简单看一下。所以我们虽然到不了这个影像旗舰的这个地步，但还是在别的地方可以曲线救国，没有必要非要影像旗舰，用好自己手里的当下就好了。之前我也是用红米 ES 启蒙的，而视频方面主摄来到了 4K 60帧，遗憾的是超广角只有 1080p30， 前摄是有 1080p60， 在视频方面是比较一般了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主摄的一个水平。现在我们来对比红米12 Turbo 和 Turbo 3它们的一个视频主摄的一个表现。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红米12 Turbo 它是 4K 30帧的最高，然后 Turbo 3它是升级到了 4K 60帧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开，这个是12 Turbo 的，这个是我们 Turbo 3的。我们从视频里面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到，Turbo 3它对于这个高光部分的一个处理会明显比12 Turbo 会好很多。然后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它的稳定性吧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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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都被我们拍到了啊！总的来说，它是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啊。虽然说对比其他的这个什么影像旗舰来说，这个可能非常小的提升，但是对比于淘宝这个系列来说，它这个升级还是挺大的，然后也是挺明显的。好，总的看下来，它基本上延续了12 Turbo 成功的一个元素。目前唯一的问题就是价格不是很香，轻薄、颜值、摄影方面其实各方面都没啥短板，日常使用起来还是蛮不错了。希望本次的红米 Turbo 3摄影分享可以帮助到各位。好的摄影机只是手里可以记录美好的那一台，记得多多支持。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，欢迎留言。我是云飞，记得点赞收藏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